近日，中非双方的海警再次在鲜滨礁附近海域发生了对峙。在我国海警亮出76毫米舰炮之后，菲律宾海警才作罢离去。而在这时，我国的大型填海造陆船也从港口离开南下。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南海岛礁的问题上，我国近期出动了44艘舰艇，包围了中业岛。在这44艘舰艇中，除了有海警船的参与之外，连海军的056A 护卫舰也加入到了对中业岛的包围之中。面对被层层包围的中业岛，菲律宾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出动直升机对这儿的情况进行侦察，看看解放军什么时候松懈了，再趁机行动。但没想到的是，这一侦察发现解放军的052C 驱逐舰哈尔滨号都赶来支援了，这下让菲律宾没了在中业岛搞事情的想法，因此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到了鲜滨礁上。毕竟这里可没有中国海军的存在。也正是当菲律宾将目光放到鲜滨礁之时，中非双方的海警再次在该海域发生了对峙。据悉，这次对峙的总共有4艘舰艇，其中2艘是来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9702巡逻舰和4403巡逻舰，另外2艘是中国海警的5304舰和5305舰。事发当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这2艘舰艇从巴拉望岛出发，一路来鲜滨礁海域想要搞事情。而鲜滨礁以及相关海域现在属于我国实控，所以当时我国海警正在这一海域值守。面对不怀好意的菲律宾舰艇，我国海警对其进行了严密监视并严防死守。但是菲律宾海警并没有选择退让，而是和我国海警产生了对峙。最终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我国海警亮出了舰艇上的76毫米舰炮。菲律宾海警在看到我国亮出舰炮之后，才老老实实地选择了离开。但离开归离开，面子不能丢。菲律宾的舆论紧接着就开始在网上大肆炒作这一事件，说我国用武力威胁到了周边国家的安全。从本次发生对峙的双方舰艇来看，的确是不在一个水平上。菲律宾的9702巡逻舰是去年服役，由日本30集团打造，吨位只在2000吨左右，并且由于才刚服役，所以武器系统暂未安装。而另一艘4403巡逻舰更是一艘只有几百吨排水量的小舰艇，连一些渔船都不如。我国海警的5304舰和5305舰中，5304舰就是之前在仁爱礁附近拦截菲律宾海警一艘，而二者都属于818型巡逻艇，采用了和054A 护卫舰显示的船体设计，吨位超3000吨，并且都配备了一门76毫米舰炮和2门30毫米舰炮。别说打菲律宾这2艘巡逻艇了，就连菲律宾海军舰艇来了都能过上1、2招。当然，我国的回应并不仅仅只是舰炮驱离这么简单。这段时间，我国在南沙岛礁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就是专门做给菲律宾看的。为了给菲律宾警告，才会出动这么多舰艇。结果菲律宾不但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持续挑衅我国。因此在我国海警船亮出76毫米舰炮驱离菲律宾舰艇的同时，有着填海神器之称的天津号自航绞吸挖泥船在近日也离开港口开始南下。天津号这款自航绞吸挖泥船算得上是我国的第1代挖泥船，每小时能够将4500立方米的沙子运送到6公里之外。当初我国在打造永暑礁的时候，就是动用的这艘挖泥船。虽然到了现在，这款挖泥船的性能已经不算是最先进的，天鲲号的性能要比它高出1半。正在研制中的新一代挖泥船性能更是翻倍提升，但对于鲜滨礁来说也足够用了。早前的美济礁、永暑礁填海造陆时，这些岛礁都处于我国控制范围内，如今鲜滨礁也处于我国控制范围内。天津号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对这座岛礁精心开发。真正需要我国派出最先进填海神器的，应该是中业岛、仁爱礁这些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地方才对。
这些地方被菲律宾非法侵占，如果我国动手，就必须速战速决，不能拖着。拖得越久，在菲律宾背后的美国就越能找到空子钻进来。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这次的天津号填海神器南下只是一个开头。在未来，我国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填海神器南下，在南海开启大基建时代，将我国被非法侵占的岛礁全部夺回来。